好脆哦，它有个很特殊的滋味，很好吃。这个锅哈，冬天喝的时候应该会很暖胃。这个是专业的烤完之后的，它那个牛肉的味道好香哦，好软嫩哦，感觉好像很好吃。自己在家里就是做不出这种效果，到底是为什么？我这一个呢是有牛又有猪的组合。我们在4天之后呢，特地来吃上屋。我听说有 YouTuber 来吃在首日要等4个小时啊。我们今天要不要等呢？要，但是只要1个半小时，也愿意等啊。所以，您推荐什么样的？如果你们是1个人的话，我们有分就是个人必吃的这个牛猪拼盘。那如果今天你们是2位用餐嘛，那就是有一个就是猪拼盘，还有个就是有牛肉的。如果是来这边的话，我蛮推荐可以选猪肉。那你如果喜欢吃牛肉的话，下面可以再加点这样。就是再加点牛肉就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有锅物的选择啊，或者是锅物再加一些风味料理。其实这个很好吃。饮料的话，你有什么好推荐的？饮料的话，我们有那个草莓牛奶，超好喝，然后还有一个绿拿铁，很健康。绿拿铁里面是什么？就是有一些蔬菜，新鲜蔬菜这样子。OK， 因为你的那个草莓牛奶在网络上面还蛮漂亮的。对，而且我买也有超好喝的。一瓶多少钱？1瓶吗？对。看一下那个草莓牛奶好不好吃？草莓牛奶吗？草莓牛奶。草莓牛奶是这一个150，还蛮便宜的。OK。然后我们还有100%的绿拿铁，也是我们的主打。有奇异果、苹果、白桃、芭乐和蔬菜。你们目前全台湾就只有这一家？对，只有这一家。所以它是乌马集团台湾的首家在这里才吃得到。这个呢就是绿拿铁，这个呢就是在网络上看起来很漂亮的草莓牛奶，它其实已经帮你做了一个 set 了不论是你是1个人或是2个人，然后也可以再点锅，然后额外的呢，你要另外再加肉的话，像我们今天一定会加肉量啦，所以可以另外再加。我自己本身很好奇，国产冷藏蒸冒鸡，还有锅物，还有风味料理，就是小菜啦，要节瓜然后草莓牛奶一定要点啊，还有绿拿铁爱喝酒的呢，这里也有酒品。另外呢，我觉得上屋这个吉祥物做的还蛮可爱的，是一只蓝色的青蛙，是箭毒蛙的意思吗？没有，开玩笑的，我觉得很可爱耶。然后有点小叮当的配色，有没有？这个转盘是开幕期间限定的活动，在 IG 上面上传限动就可以来玩这个转盘。上屋呢，它是在6楼，非常的好找。因为它的旁边呢，就是焦糖味很重的华达奶茶，是它的好邻居。然后这一层另外一间就是交朋友，它这一面呢就是交朋友的啤酒墙，所以来这边用餐的话，它的啤酒都可以免费喝到饱。这一桌 ，OK。哎呦，这桌子很大。另外来这边吃呢，它是有低消的每位大人的低消是500元，然后小朋友在120公分以下是免低消费的用餐是有时间性的，是90分钟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要一个鸠蛙牛牛，我要 B。锅物的话，我要韩式鸡汤锅。那你们的白饭要升级成10锅拌饭吗？总共会有2碗白饭。好啊。1碗升级，1碗不升级。好，1碗升级。1碗升级，好，那就是加129好。然后再一个韩式冬粉卷，有吗？好，没问题。好。你们刚刚说汤锅是要那个鸡汤锅。鸡汤锅，好。对。我要一个海鲜煎饼。海鲜煎饼，好。蒸冒鸡来一个。蒸冒鸡吗？好。对。请问一下，那个五花的话，冷藏五花和冷藏五花片差在哪里？五花的话，我们是选择厚块的，像这种。对，这种是厚块的五花，然后五花片的话，就是这种五花再把它切薄片。好，那我就来一个国产冷藏猪五花厚片。厚片的，好。草莓牛奶一个。草莓牛奶一个。绿拿铁一个。绿拿铁一个。对。好，今天就先这样。好。
我稍微讲一下，因为我们有拍摄，可能会吃到晚一点点，先让你们知道一下。好 ，OK， 谢谢你。谢谢哦，谢谢。基本上呢，它是 QR code 扫码点餐因为我希望有些人的互动比较温暖，有没有？所以请他们来帮我们做个点餐。然后，因为我们毕竟是拍摄嘛，所以可能会吃稍微久一点点，跟他们先说一声。我也不想到 OK。这个冬粉卷因为我们供应的关系，目前没有提供。那鸡肉葱丝沙拉是蛮多客人推荐，可以建议你们点。OK， 那就听他说的，我们就从冬粉卷换成鸡肉葱丝沙拉，谢谢哦。今天好多人在拍摄，我看到外面很多人在拍，今天很多人在拍耶，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要做个那个说明一下它那个自助吧就是假如说你没有吃到500块的话，就一定要点因为它有低消嘛所以我们一定超过500块，所以后面的那个自助吧就是吃到饱。这样子把它打开这么贴心，所以我的包包都可以放在里面，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臭掉。其实它这边空调做的还不错，都没有什么味道。谢谢哦。我现在在自助吧这一区，基本上我这3个应该都会加辣海带芽，海带芽可能要补喽。再来呢就是韩式黄豆芽。黄豆芽，这颜色色泽还蛮漂亮的。这个是什么？没有写，牛蒡的样子。我觉得它这个调料区还不错，因为它有做一个隔板，避免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是那个口水就是掉到那个酱料上面。我觉得这是还蛮贴心的一个设计。这边的话也有酱料可以自己来加。再来一个芝麻粒。那它这边饮料呢，有一个还蛮特别的，就是蜂蜜梨茶。有点满，我还先喝一下。有点苹果茶的味道，很好喝。然后它的韩式鸡汤锅来了，是真的还蛮烫的。好，谢谢。刚上来的韩式鸡汤锅非常的烫，还在冒烟，有没有？然后它的那个鸡块呢是圆块的鸡块，然后里面的话还有这个应该是年糕吧。它这个汤锅蛮香的，会有那个嗨，谢谢谢谢，请你们喝，这是我们100%的超级绿拿铁，它100%都是原汁，没有加水，没有加糖。真的真的绿拿铁，就是喝了会很健康。谢谢，欢迎你们，谢谢谢谢，需要什么再跟我们说。好，谢谢。好，我们回到鸡汤这一趴，就它的那个葱的味道，有没有？葱香还蛮重的，因为现在有点要进入夏天了，我觉得这个锅在冬天喝的时候应该会很暖胃。我先喝看看，第一口哦。我本来以为它的那个鸡的油会比较浓厚一些，但其实不会，算是还蛮轻的一个鸡汤。然后那个葱味是可以喝得出来的，很香。其实原块鸡是这样基本上很难做到不好吃的。再来就是它这年糕 ，QQ 的，但不是很黏口的那种，不是。然后好像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萝卜吧，我吃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萝卜，山药。就是你点一个烤肉有没有，然后喝一下这个锅汤，其实是会让你的口中的味道是会比较温润一些。另外它的吸管蛮环保的，是这种纸吸管。来草莓牛奶，我们那时候看到 YouTube 上面在介绍会比较担心是它的那个草莓酱会比较多，但其实并不然呢，因为我吃得到那个草莓的那个草莓籽儿，对。我自己本身就是草莓牛奶控，所以这个我非常喜欢。接下来呢是上屋赠送的绿拿铁，我觉得上屋很贴心，应该有知道我在168饮控有没有，所以来给我送一杯绿拿铁，纯天然的，没有套任何一滴水哦，真的很天然的，很适合168饮控的人。
可是我现在很想要喝草莓牛奶。它这绿拿铁，因为就是没有添加一滴水嘛，然后有各种的这种蔬果去打成这一杯，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微酸，就是很天然的一杯饮料。可以帮你放上海鲜煎饼。好，谢谢小魏。接着我要来吃这个海鲜煎饼，完整的第一口，不造假。好脆哦！我很喜欢它这煎饼啊，它有个很特殊的滋味，然后放心不是那种葱油饼的口味，很好吃。不过呢，必须要讲，它的油会比较多一些。不像那种单纯只是面粉做的煎饼，它可能有再加一些其他的粉进去，很好吃。我们刚刚有沾这个酱，发现这个海鲜煎饼呢，沾酱的话滋味有一个大提升哦。我个人是喜欢吃干吃啦，但是摄影师觉得就是说这个加了沾酱之后呢，整个风味有大提升，所以也很推荐这样的一个吃法。先买说到生冒鸡哦，生冒鸡的话，它的部位它松板猪的部，所以它的口感跟松板猪差不多，可以试试看哦。生冒鸡呢，它就是松板猪那个部位的肉所以它叫蒸冒鸡。大家可要知道，它这猪五花是和气做配合的牧场直送的，所以这个是气做的猪五花。OK， 现在是一镜到底哦，我要直接开始拌了哦，一镜到底。它这里躲了一个蛋，有没有？我很不会拌这种东西就手很拙啊，希望我的办法是对的，只能这么说。我其实以为它会有那个锅巴，有没有？目前的话，我自己啦手的这个体感是还没有感觉到锅巴的存在。不过它的那个饭粒呢，感觉是比较生硬一些不会一直在冒烟，有没有？我的意思说，它应该是比较硬的那种饭，不是那种湿湿干干的。我就给它彻底的拌开好了，非常的彻底。好，应该差不多了，我要准备来吃第一口，加了蛋的第一口。它其实是有锅巴的，只是在边边，好脆哦。海苔的味道会比较出来一些，我自己很喜欢锅巴，所以就一直在吃。可以。一样也是一镜到底。现在的话是烤鸡肉葱丝沙拉，看起来很辣视觉上香香辣辣的，都是韩国那种辣椒的味道。然后还有一个小地瓜，辣辣酸酸的，这很好吃很开胃。很棒。而且它这个小甘薯有没有？我刚刚第一口吃下去啊，我还以为它是蛋黄，但是应该是小甘薯。很好吃这个我很推荐。那谢谢卓先生这次的话帮我们烤这一块的话，它是板腱牛的部分。刚刚有聊了一下卓先生是建议我们说这个就吃5分熟就是最好的，对不对？5分熟就是最好的。5分熟就是最好吃的。而且我很喜欢你们的这个就空调处理，就是不会烟太大。这边很谢谢卓先生，他的经验真的是很老道。我觉得我一般的话应该会把这个肉应该煎不好吧？有。这个大概就是5分熟食肉。这纹理真的还蛮漂亮的。对，它是漂亮的。昨天等一下厚的还有这一片嘛？对。那除了这2个之外还有吗？对的话，我们通常的话就是以平常为主，就是有这2个，然后其他都是我们自己烤就对了。好。这个是卓先生专业的烤完之后的，你看这纹理是很漂亮的哦。而且卓先生建议我们吃的话，就是烤个4分熟是最好的。好啦，我就来直接吃一块，它那个牛肉的味道好香哦。它主要是它那个纹理啦，很漂亮。好软嫩哦。真的很好吃，很新鲜，而且专业的服务就是不一样。我应该没办法烤出这么好看的颜色，这么好的滋味。
好好吃哦。然后它的那个肉腥味其实没有那么出来，但是就是有牛肉的味道，这是事实。喜欢吃牛肉的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一道，好好吃，好好吃。这一块牛肉我来沾一下它这个辣酱吃看看。更煎变成那种韩式的烧烤牛，因为有加那个韩式的甜辣酱，然后沾个酱，3个酱都给它先沾一下，然后包到生菜里面。啊，我这边还有块肉，也给它沾一下好了。OK， 哦，我要再加一个那个韩国泡菜，给它加进去，加进去。哦，那另外呢，一定要加大蒜呐、来大蒜头，哦，掉下去了，大蒜头给它加上去，然后包起来。好，我来吃了。哦，它的大蒜很酸辣哦，很棒，很辣，很辣的那个大蒜。我觉得这样吃呢，就是比较吃得出那个食物的层次感，只不过会有一些汁会流出来。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烤猪五花，所以要再换一个新的烤盘哦，不一样的烤盘。了解，所以也是从乌马那边过来支援。4年哦，哦，那很久了，算资深了哦。没有啦，谦虚了。感觉好像很好吃，它每个肉都很好吃。为什么啊？自己在家里就是做不出这种效果，到底是为什么？虽然现在不像刚开幕的期间你要等4个小时，可是基本上也是要有2个小时的时间来这边等候它的座位，因为它这个是现场等候的。然后它的店内的 table 数的话是11张左右，所以喜欢吃烧烤，特别是对于乌马的烧烤的品质非常喜爱的朋友呢，真的是可以提早过来。其实这楼下也很好逛啊，稍微逛一下。猪肉已经好了，我先吃一个原味的，不蘸任何酱，因为它炒的比较熟，所以会比较恰，嚼起来会比较久一些。我认为哈，它包生菜吃应该会更好吃。我现在要来包生菜了。包个2条猪肉，哦，一定要它的这个大蒜，哦，我很喜欢它这个大蒜的，因为它这大蒜够辣，够带劲儿。再来一点它的韩国辣泡菜，来给它加上去。哦，它这个大蒜一定要加哦，不加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太可惜了。哎，我再加一点那个黄豆好了，好，黄豆丝。这样吃起来呢，就是很健康的感觉。啊，因为刚刚在吃牛的时候，那个汁就一直掉下来，所以这次我学乖了。然后我现在手中呢，感受得到那个猪肉的那个温度，热热的。这是包生菜吃有没有？有那种健康的感觉。然后哦，它的大蒜很棒，超级的辣，我很喜欢。不知道它有没有卖。接下来呢，就是由我为各位服务，因为它是这样子的啦。厚的肉呢是由他们店内的服务生来烤，然后薄的呢就是客人要自己烤哦，所以大家还是要那个勤劳一点，对不对？自己也要下去烤。哦，对，我现在烤的是蒸冒鸡。我认为这个的话还是要沾酱，沾酱起来它的那个味道才会比较升级一些。我觉得沾酱比较好吃辣，特别要记住哦，要给它加一个蒜头，加1-2颗蒜头，哦，很辣呢，这个蒜味真的是很棒。我就直接加大蒜来吃，我真的超爱它这个大蒜的，真的不知道在哪里进货。我打问他们，我要去买。好吃死了！那它的白饭呢，里面有小米。然后我刚刚有问那个阿伟有没有，他说他这个小米呢是可以促进消化的，所以我来再加一块肉，一样啊，要加我最爱的大蒜。
一样，我先来吃一个蒸冒鸡原味的。哦，感觉很烫哦。原味的蒸冒鸡，就是中板猪的那个口感，脆脆的。因为我们吃的那个时间呢是有限，所以时间快到了，赶快把这个牛啊，还有一些杏鲍菇，还有节瓜有没有？赶快先下去烤。那另外呢，你假如说吃不完哈，这是可以带走的，就是把这些肉啊烤熟了之后带回去吃，都 OK 的哦。上屋啊，我觉得它的那个抽风的系统做得还不错，有没有？非常的强力，所以它不会吃到那个身上哦，都是那个烧烤的味道，不太会哦。这是很强力的抽风机。我刚刚被那个大蒜辣到，有没有？然后我这一口呢是牛肋条再加白饭，哦，那个大蒜很辣。牛肉条很 OK 哦，而且它的那个牛的味道就没有那么的野生。牛肉条我很喜欢，然后等一下我要搭配生菜吃。我们要同样的基数一样，和刚刚牛肉条一样，这个是嫩煎牛哦，一样是加白饭，它会比较有韧性一点，而且它的那个牛的味道比较没有那么重。哎，我觉得刚刚这样两相比较之下，我会比较喜欢嫩煎的口感。我这一个呢是有牛又有猪的组合，我发现它这个还是要加生菜才好吃，就是会觉得就是说一口呢就是有肉又有菜，它特别是菜的那个滋味很新鲜。好好吃哦。然后我现在要一口辣椒，和一口那个嫩煎牛。还好不会很辣，反而是有点青椒的口味。今天吃下来呢，我觉得很开心。但是呢，这整个这样吃下来的肉品，我非常喜欢的是嫩煎牛，我喜欢它吃起来的那个韧性，很好吃。另外的话，我觉得海鲜煎饼也可以点起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很韩式的口味，很不错。然后另外呢，大家也知道嘛，我是草莓牛奶控，所以草莓牛奶也可以给它点起来。然后再次感谢上屋有送我们一杯绿拿铁，很养生，吃得好愉快哦。那另外呢，假如说你是不怕辣的朋友这个大蒜一定要给它点起来超级无敌辣的，很带劲我等下要问一下他们这个是在哪里进的蒜头，很棒很棒，品质很好。大家应该会很想知道我们今天吃了多少钱。2个人的话，总共吃了3474块。我们今天上午呢，终于吃完了我对这里的印象很深的是它的那个抽油烟机，有没有？我觉得设计得非常好我身上完全没有烟臭味，很开心。然后大蒜，我觉得我自己是很爱的，我喜欢那种辣的那种感觉，很棒。另外的话，它肉的品质当然是在水准之上不过它这家店还是要排队像我们今天的行程是这样，先到楼下的 10,000先去喝个咖啡喝了咖啡那1-2个小时之后呢再默默的走上来享用他们的餐点。然后也很感谢他们的所有的服务人员也谢谢应该是他们店长吧，有送我们一杯绿拿铁，非常感谢上屋。今天的这一集呢就到这，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